俄军工量产锆石导弹，中国出口鹰击12。反舰导弹的超音速和高超音速化意味着什么？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罗斯近期密集地进行了锆石高超音速导弹的试射后，位于莫斯科的俄罗斯机械制造工艺科学生产联合体已经开始为俄罗斯海军生产锆石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了。俄罗斯总统普京此前表示，锆石导弹能够以9马赫的速度飞行，打击1000公里外的目标，并能快速进入战斗警戒状态。中国目前虽然还没有公开我们自己研发的高超音速武器系统，但是我们已经开始把第4代的具备超音速飞行能力的反舰导弹鹰击12对外销售了。这也就意味着我们未来也有可能会研发出具有高超音速飞行能力的相应的导弹武器系统。那么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研发成功和列装部队将会对全球海军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呢？首先，它可以以小博大，航空母舰对那些拥有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国家已经很难形成威慑力了。俄罗斯目前走的就是以小博大的海军发展战略，它的军舰现在排水量都比较小，但是武器非常强悍。虽然海军难以走向远洋，但是导弹可以飞得很远，因此他们开发的这些排水量比较小的军舰也能变成难以对付的刺儿头。如果有体系力量支持，那么小型的护卫舰就拥有了摧毁大型军舰，尤其是航空母舰的能力，这将大大的抵消美军在航母领域的技术优势。第二未来的潜艇，包括核潜艇，有可能变得更加具有威胁性。潜艇如果能够携带高超音速的反舰导弹，那它将会成为水面舰艇的噩梦。非对称作战的优势就更为明显了。高超音速导弹具有几乎不可拦截的特点，再加上潜艇的隐蔽性好，两者相结合，将导致包括航空母舰在内的大型水面舰艇编队更难以潜艇实施对抗。第三，高超音速导弹它具有射程远、飞行速度快的优势，但是必须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信息的获取能力必须占第一位。如果找不到敌方的目标，你就很难引导高超音速导弹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它发起攻击，因此需要建立一套完整的信息获取网络。那么通过这样的网络，才有可能实时的给敌方的目标进行定位。因此未来需要拥有更加强大的航空航天及水面信息探测收集能力，或者拥有破坏敌方信息感知系统的能力。未来的信息战在信息对抗方面，谁能获得先机，才有可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最后开发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不要忘了，既然你有了矛，就必须建设盾，还需要开发一系列的能够拦截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的机构。那么通过这样的平台，尽早的发现来袭的高超音速武器，并且对它实施精确的定位和拦截，这恐怕是未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盾牌的非常关键的一个领域。光有矛没有盾是不行的，而谁最先拥有高超音速武器系统，它就很可能在建立防御高超音速武器系统方面取得领先的地位。因为矛与盾是相辅相成的，有了先进的武器，就有可能利用这些先进武器开发出新型的盾牌。那么未来有可能用什么样的武器系统去拦截这些飞行速度超过5马赫、10马赫的飞行系统呢？
很可能要用那些发射速度达到光速的，也就是每秒30万公里的激光武器系统、动能拦截系统。因此，在攻与防这个领域，未来很可能会展开一场规模更大的激烈竞争。第五，拥有高超音速导弹武器系统将成为一个大国军事实力的重要标志。没有高超音速武器系统的国家呢，有可能会处于明显的劣势，而拥有这样的武器系统，将会在大国之间呢构成一个新的平衡。中国目前在开发高超音速武器系统方面，已经经过了多年的努力，并且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最先进的风洞，那么这个风洞呢，最大的测试速度已经能够达到10几个马赫。有了这样的先进的试验设备，再加上我们国家在先进的材料、制导、动力系统方面的开发优势，就有可能在未来取得一系列的成果，从而让我们在保卫国家安全的这个方面处于不败之地。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